月球背面，阿波罗坑中，已经完成采样工作的嫦娥6号着上组合体沐浴在阳光之下。在着陆器西北角的侧壁上，挂着一辆4轮小车。当初，嫦娥6号还在文昌航天发射场测试厂房里的时候，我们就见过它。在那个地方，我们大致知道会有5公斤左右的这么一个配重的这个资源，然后使它飞行的时候更稳定一些。它最开始确实是按照一个配重资源，去研制的。如果说没有小机器人，可能就是一个铁疙瘩。这个小机器人，它长47厘米，宽29厘米，重约4.5公斤，4个轮子，每个直径23厘米。别看它比之前的2辆玉兔月球车要小很多，但它却是中国第一个5公斤级、基于神经网络人工智能技术的月面自主智能机器人，名叫金蝉。突然，小车解锁，金蝉瞬间弹开。月球的重力仅有地球的1/6，金蝉到了月球，重量变轻了。它垂直方向降落的时间会延长。另一方面，弹簧推力没变，重量变轻的金蝉还会被推得更远些，水平方向的飞行时间也会延长。叠加起来，滞空时间比地面测试要长不少。它是一个对称的，整个的这个轮子跟它的本体是对称的，这样呢，它不管是正着，就是底儿朝下，还是背朝下，它都可以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它的眼睛，就它的相机也是对称的，所以前相机跟后相机是对称的，也就是说，不管是头朝前还是头朝后，都可以拍照。只见金蝉落下来之后，就开始在月面转圈儿。这也是一个智能技术，通过对这个着陆器自己做一个图像的这个拍照，然后能识别着陆器在这个图像中的方位，从而确定它相对着陆器的一个方位。小车就是这样一边转一边拍，通过照片上的景物自主识别哪里是月面，哪里是探测器。当它识别出探测器的时候，就会向着远离探测器的方向行进。车前的相机负责看路，车后的相机负责给着上组合体拍照。金蝉向着着陆器北偏西方向走了20多米，找到了合适的位置，调整取景构图，拍下了这张经典照片。着陆器张开采样机械臂，仿佛在向世界宣告：我刚刚创造历史，完成了人类在月球背面首次采样任务。金蝉开启了具身智能机器人在深空探测中的实践应用。在今后的外星探测活动中，这种能够以主人公的视角去自主感知物理世界，用拟人化的思维去学习，从而能做出人类期待行为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可能会被更广泛的使用。就在嫦娥6号完成采样任务的同时，月表负离子分析仪和月球氡气探测仪也正常开机工作，并且获得了探测数据。落月48小时的工作时间很快就要过去了。6月4日清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大厅，人们早早地等待在这里。在月球背面起飞，这是人类第一次。各号注意，1分钟准备。此时，回返组合体飞行在距离月面200公里、倾角138度的轨道上。稍早的时候，支撑舱已经被抛掉。长征报告，上升器3千发动机点火。发动机开机，上升器月面起飞。 7点38分，
嫦娥6号上升器携带月球样品从月球背面阿波罗坑起飞。很快，它转向西北方向。大约6分钟后，上升器进入距离月面210公里的逆行环月轨道。为了保证后面交会对接顺利完成，上升器的轨道面要和轨道器相同。然而，月面起飞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嫦娥5号是在月球正面起飞，地球上有3个测控站为嫦娥5号上升器测定轨道，确保它飞行在与轨道器在一个平面的轨道上。而这一点，嫦娥6号从月球背面起飞是无法做到的。位于新疆西部的喀什，这会儿太阳还没有跃出地平线。喀什深空站的35米天线对着弯弯的残月。此时，它只能靠鹊桥2号对上升器月背起飞弧段进行跟踪。这段时间上升之后的轨道，我们只是一个粗略的预判，它到底能不能正常入轨啊？有没有正常飞行？上升过程中有没有出现什么异常？我们是未知的。而麻烦的事情还在后头，上升器要从月球背面绕到月球正面。这时，35米天线要从对着月球南极以南1万多公里的中继星，切换到对向即将从月球东北方向绕出来的上升器。2个目标之间它是存在一定的空隙的，这段时间对我们地面来说也是一个操控的盲区。上升器飞行轨道是否准确，并不确定，还有跟踪盲区。我们能抓住上升器吗？夜河发现目标。实际上我们月面起飞这个过程中很顺利啊，入轨的轨道跟我们预先预估的基本上一致。人类第一次月背起飞，成功入轨。2天后，6月6日，是中国农历5月初1，烈日灼烤着大地。从地球上看，月球的轮廓完全消失在太阳的光芒中。对月球的正面而言，此刻正笼罩在黑暗中。一轮圆圆的地球挂在天上。在夜空中，嫦娥6号轨返组合体正在追赶上升器。交会对接要在月球的阴影里完成。上升器是被动状态，它只管向前飞。轨道器是主动方，在雷达信号引导下逐渐追赶上升器，并最终用3个爪子稳稳抓住上升器。稳稳抓住，说起来容易，你要想满足抱爪式弱装机对接机构所要求的控制精度，很难的。我们有一句俗话，叫做“半瓶子水晃荡”。其实轨道器交会对接过程当中呢，它可能就要面临类似的问题。轨道器燃料储罐中的推进剂已经所剩无几，太空失重状态下，晃动的液体会让轨道器也跟着晃。大大小小38个自控发动机，这个阶段最忙。轨道器要实时感知晃动的情况，控制姿态，保持稳定。在最后接近100米往里头飞的那个过程中，因为它要频繁的进行控制，它可能跟我这个推力器的控制就在憋着劲儿，然后有可能就会互相激发起来，整个姿态可能就会控制的不好。在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的大型实验室内，有一个专门装置，这是一整块花岗岩，台面上有2个悬浮基座。测试开始后，基座下方会喷气，形成一个1毫米的离地间隙，让基座悬浮起来。搞航天的话，最难模拟的就是天上的一个失重状态。这个台子呢，主要是在地球上尽可能的小的代价来模拟它在轨道上失重状态的一个对接的一个力学效果。
娥6号轨道器停电催化完毕。北京时间14点40分，两器距离100米。从轨道器拍摄的图像中可以看到，仿佛夜视仪拍摄的图景。上升器在黑暗的空中呈现出灰白色的样子。在上升器顶板上有一个亮斑，还有6个亮点，那是靶标。轨道器通过图像计算出两器之间的距离。上升器越来越近。往上转，往上转，往上转，往上转。自主发电。转。抓。抓呀！他抓我。抓了，他抓了。14点48分，交会对接完成，紧接着就是样品转移。返回器顶盖打开，转移机构急爪伸出，拉住样品容器外的棘齿。这个巧妙的装置利用的是平行四边形不稳定原理，通过3次拉伸折叠，样品容器就可以被送到返回器的肚子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视频信号突然中断了。叶河4902嫦娥6号轨道器复传信号消失。信号丢了，难道是在月球轨道发生了意外？两边都停控的，已经判断进入抓捕区间，然后两边是不控的。对接过后，虽然两器已经形成刚性连接，但轨道器还是存在一定的惯性。想要保证组合体姿态稳定，就要使用调姿发动机进行姿态控制。现在停控就意味着组合体会沿着轨道器惯性方向发生偏离或滚转，轨道器上的对地定向天线就对不上地球了，信号丢失是必然的。然而，为什么要停控呢？因为在天上这个抱爪机构抱这个样品容器，这个力并不是很大的，启动自控喷管啊这样的情况下，会对上升器啊或者轨道器带来一定的干扰。原来是故意的，停控为的就是要确保样品转移过程中不会产生其他方向的力矩，影响抱爪工作。这让我们更加理解了中国航天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16字方针。15点24分，样品转移完成，资控恢复，转移视频也传回来了。不久之后，完成全部任务的上升器和对接支架与轨返组合体分离，它将受控着陆，位置在嫦娥4号与嫦娥6号着陆点之间的月球背面。轨返组合体要在环月轨道上等待合适的时机，踏上返回地球之路。在遥远的月球上面挖呀挖呀挖，把珍贵的月亮带呀带回家。回家，嫦娥6号要回家了。看看月亮上到底有些啥？这里是内蒙古四子王旗。2020年，嫦娥5号返回器就降落在这里。与之前的冰天雪地、漫漫黑夜不同，嫦娥6号的返回时间是在炎炎夏日的午后。2024年6月25日清晨，在新疆的和田郊外，一片空地上，初升的阳光照在西安卫星测控中心活动测控站的卫星车上。嫦娥6号返回中国境内的时候，这里的设备会首先捕捉到它的踪迹。
四子王旗着陆场，气象会商结论：今天晴，午后有薄云。蓝天白云下，在理论落点50米开外，一套圆头圆脑像大号监控摄像头的设备已经就位。这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落点景象监测仪。它还有7个长得一模一样的兄弟分布在理论落区周围。他们的任务是捕捉返回器打开降落伞后，直到落地的视频画面。在理论落区的南侧一块小的高地上，西安卫星测控中心活动测控站1米口径的光学望远镜严阵以待，指向西方地平线。返回器会从那里以每秒7公里左右的速度跃出地平线，从离地52公里的高度到落地之前，这段过程望远镜要全程跟踪。为了能够准确跟踪返回器，操作手平时用天上的航班练手感。2080长焦手动。中午11点，地面搜索车队出发。午后1点20分，5架直升机依次起飞。此刻，违反组合体正以每秒1万多米的速度飞向地球。1点22分，在距离南大西洋海平面高度约5000公里处，返回器与轨道器分离。分离后，返回器要绕着地球飞小半圈才能落地。1点41分，它在南大西洋上空120公里处切入大气层。随着高度降低，大气密度升高，摩擦阻力越来越大，返回器底部开始燃烧，温度能够达到2000多度。高温使得返回器周围的空气分子获得足够的能量，电子脱离开原子核的束缚，成为电离状态。此刻，无线电信号被屏蔽，返回器进入黑障。它像一颗白日流星，划过中南部非洲清晨的上空。1点43分，返回器飞到印度洋上空，距离海平面63公里。在接下来的5分钟时间里，返回器的高度会逐渐增加。很多人说这是打水漂效应，水漂弹道，返回器是跳跃弹出大气层。其实这种说法是错误的。真正的原因是，返回器速度太快，直接从大气层中上部贯穿飞过。贯穿过程中，弹道最低点的高度是63公里。1点48分，高度距离地面80公里，空气密度降低，返回器脱离黑障。1分钟后，它飞入中国上空。监控设置双目开始，起扫。回扫，回零。都完成。前上多步完成。前上做完成。在2分半的时间里，返回器抵达塔克拉玛干沙漠上空，高度达到96公里，速度则降至每秒7公里左右。此后，它将一路向下，目标四子王旗。做好注意，准备接始。下面播报返回器第1次落点预报。下面播报返回器第2次落点预报。下面播报返回器第3次落点预报。落点精度：东经111度24分20秒。北纬42度21分。北京第3次落点预报发出。返回途中，沿线测控站数据汇总计算后，
共为直升机、地面车队提供5次落点预报。返回器骄傲地在祖国的上空飞行，它携带着人类首次从月球背面采集的样品，即将完成使命。不过，在接下来的旅程中，它将再次燃烧起来，第2次进入黑障。42号报告，发现目标，手动捕获完成。明白。回收4号，发现目标。回收4号，发现目标。回收4号，发现目标。在1米口径望远镜的红外波段图像中，炙热的返回器是一个亮亮的白点。它已经突破黑障，向着着陆区飞来，速度降到每秒6.4公里。13点57分45秒，返回器弹出降落伞包。有了，烟缸有了，现在往上往。12秒后，降落伞完全张开。北京第5次落点预报。几乎同时，8个落点景象监测仪也先后捕捉到了降落伞。我是北京。空域机峰值小康，稳握返回器回转下降，报告完毕。北京明白。14点03分，返回器距离地面大约还有3公里。你成功一大半了。哎，路边上，路边上，路边上。14点07分，返回器落地。嫦娥6号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实现月球背面采样返回，这是我国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取得的又一标志性成果，在人类科学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长调成功，再立新功。中国航天永远值得期待。航天搜救队永远值得期待。不久之后，嫦娥6号在阿波罗坑着陆点附近的地理实体命名也得到了国际天文学联合会批准，又一批中国人的名字落户月球。徐霞客、李冰、张仲景、李时珍、苏颂、吴健雄位列其中。着陆点南边的山命名为嵩山，着陆点为天江基地。6月26日，嫦娥6号返回器运回北京。时隔半年，它又回到了位于北京航天城的老家。样品容器被小心取出，称重结果1935.3克。7月2日，国家天文台月球样品实验室，在月壤解封操作台内，月壤样品封装容器被一层一层地打开，在充满氮气的密闭洁净空间中，表取的月壤被舀出来。肉眼上我都能看得出，嫦娥6号样品月壤的粉末好像比嫦娥5号要淡，灰度没那么黑。当然，我们从矿物上看月壤里面的矿物比嫦娥5号它的常识要多，就白色矿物多。我认为现在落的是一个各个地方抛射物交叉分布的地方，可能有20%左右的外来的抛射物。月壤分装是个细致的工作，首先要把混在月壤中的石块分拣出来。这些石块中最大的一块重9克，有半个拇指大小。它的主要成分是玄武岩。仔细查看，
还有些亮晶晶的玻璃成分。取芯弹按照每15厘米一段切开，以区分月面以下不同深度的样品。嫦娥6号任务开启了科学研究阶段。2024年11月，中国科学家公布了2项嫦娥6号月壤研究成果，揭示嫦娥6号着陆点28亿年前存在火山活动。另一项研究回应了欧阳自远院士的期待，月球背面的岩浆活动在42亿年前就已经存在。人类对月球的了解又向前迈进一步。回首20年前，中国探月工程正式立项。20年来，绕落回的规划布局一步步扎实完成。9次航天发射，4次月面着陆，3次月地返回，全部圆满成功。目前，2个着陆器、1辆月球车、2颗中继星还在正常工作。放眼全球，绝无仅有。20年来啊，每次的成功应该说在党和国家的直接、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撑下，能够完成任务。总书记给我们也指明了方向。航天是探索性的事业，但是探索它不但是带动了这个技术发展，最后一定是要造福人类的。所以我认为啊，月球就是探测是手段，应用是目的，为增进人类福祉做出贡献。探月工程成果凝结着我国几代航天人的智慧和心血，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我们这些年在科技自立自强上取得的显著成就，充分展现了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和底气。探索太空永无止境，中国月球探测的步伐不会停歇。探月4期嫦娥7号、嫦娥8号已经在研制中，不久的将来，月球上面会出现更多来自中国的探测器。自古月有阴晴和圆缺，广寒宫夜晚一场寒冷。嫦娥姑娘一道放月宫，探秘寻宝拍照留影。头顶是遥远深邃太空，身边是无声寂静。前方崎岖路不平，苍凉的月球上留下你孤寂。